100年前，孙中山先生对着中国地图随手画了一条线，说要在这里挖一条运河，把内陆的南宁变成海港。放在当年那个年代，这话听完，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样，不太可能，纯属空想。说白了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。就这样，这个想法被当成天方夜谭，被调侃了整整100年。谁也没想到，2026年6月3日，打脸来了。随着马道、乞石两大枢纽闸口缓缓开启，清水顺着人工河道奔涌南下，原本干枯的百里航道一点点被活水填满，被山岭死死阻隔的南北水系彻底打通相连，134.2公里河道全线通水。场面安静却极具冲击力。最有趣的细节是什么？运河通水速度太快，快到各大导航地图根本来不及更新线路。总投资727亿，被嘲笑100年的世纪构想，今天正式落地。曾经的脑洞，如今变成实打实的超级工程。只能说，中国基建从来不说大话，只做实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平陆运河，都以为就是简单挖条水沟通水而已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就太小看这项工程的难度了。它不是平地开河，是硬生生劈开整片山林丘陵，整条河道从南宁、衡州一路向南，穿山越岭，直达北部湾、钦州港。更棘手的是，整条河道天然落差高达65米，差不多是22层楼的高度。简单理解就是北边水位高，南边水位低，水虽然能流，但船根本开不动。为了解决这个高度差问题，工程专门修了3座大型双线船闸，5000吨级的大船不用翻山，不用绕道，像坐电梯一样一级一级平稳升降，还能双向同时通行，互不耽误，把地势短板直接抹平，操作相当巧妙。整条运河最有看点的就是上游的马道枢纽，它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。很多人不懂省水船闸厉害在哪，小编给大家通俗讲一下。它设计了3层叠合式省水池，能像楼梯一样层层排布，过闸的水不会直接排走浪费，而是储存起来循环使用，整体省水率达到60%，每次省下的水量足够一个普通小区全天用水，节水效率特别可观。再看工程体量，更是直观震撼。整条运河开挖土石方3.39亿立方米，相当于3座三峡船闸的开挖总量。3座枢纽船闸合计浇筑混凝土584万立方米。如果铺成标准公路，能从南宁一路直通广州，不用任何夸张修饰。这些数据摆在这，就能看出这项工程的体量有多庞大。最让人佩服的不是规模大，而是细节精度。马道枢纽的输水阀门单扇重达70吨，大家伙看似笨重，动作却格外利落。常规船闸开启至少需要4分钟，它只需要1分钟就能完成开启，关闭更是仅需30秒，效率直接翻了4倍。但这种速度特别容易出问题，几十吨的铁闸门高速开合，稍微控制不好，一次撞击就会永久变形。为了攻克这个难题，近100名工程师专门在武汉、常州搭建了2座1:1实体实验平台，花了3个多月时间，反复测试3000多次，最后靠金属3D 打印的迷宫式缓冲套，在闸门最后28毫米的行程里温柔刹停，把重型设备的运行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别，妥妥的细节控。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平陆运河的施工难度，那就是在豆腐渣海绵上盖超级工程。整条航道穿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地下溶洞、暗河遍地都是，地质结构破碎又复杂。仅马道枢纽一处就探明了1000多个溶洞，最大的溶洞直径足足18米。同时，这里还有国内人工运河最高的边坡，最高处188米，相当于60层楼高。复杂的地质让施工方案改了无数版，没有任何国外先例可以参考，全程都是我们自己摸索、自主攻坚。靠着智能微差爆破、深层注浆加固等技术，施工团队一点点填补地质漏洞，把千疮百孔的山体修成了规中稳固的超级航道。而最让人感动的是，这项100亿级别的超级工程一点都不粗暴，反而格外温柔，细节暖心到出圈。很多大型工程只会优先考虑施工效率，但平陆运河不一样，连小动物的生活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全线27座跨河大桥，专门修了一座240米长的生态天桥，不通车不走人，专属给豹猫、松鼠通行。桥面覆土1米多，种满杨梅、枇杷、山樱花等本土果树，还布置了水洼、堆石、枯木，直接在高空造了一座迷你森林，只为让小动物不用横穿河道，安稳穿梭山林。
水里的鱼儿也拥有专属回家通道，青年枢纽修建了480米长的鱼道，还有国内首条专门给鳗鲡爬行的鳗鱼道。因为水利工程阻断66年的鱼类洄游路线终于重新打通。声纳数据显示，仅仅1个季度就有超2万尾鱼顺利通过河道洄游归家。除此之外，全县98%的挖方都用来做生态修复，36棵百年古树逐一编号一致，施工爆破特意避开动物繁殖季节。在超级工程面前，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我们拿捏到恰到好处。不止生态贴心，它还是国内第一条智慧化数字运河，全县铺设200多公里光缆，布设270多个5G 基站，实现5G 信号100%覆盖，依托 AI 算法自动调度船闸，调节水位，把传统的老水运彻底升级成了智能高效的现代化航道。你是不是觉得中国现在高铁遍地，高速四通八达，民航航线密集，海陆空交通全都在线，为啥国家要花727亿，耗4年半力气，非要挖这条人工运河？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？广西明明是沿海省份，手握北部湾大港，水系还特别发达，看着根本不缺水路，能提出这个疑问，说明大家地理学得真不错。但大家只看到了表面，没看到广西藏了上百年的尴尬 bug。其实广西是典型的守着大海，用不上大海。广西最大的水系西江是华南最长河流，航运量全国第2，仅次于长江，妥妥的黄金水道。但奈何广西地势西高东低，水往低处流，所有江水全部向东流，一路冲进广东，汇入珠三角。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别憋屈的现象，大海明明就在南边，广西的货物却只能往东跑，南宁、柳州的货看着离北部湾港口很近，走陆路运费偏高，反而不如绕远路走水路去广州出海划算。千百年来，广西就这么卡在临海不见海，近海难出海的尴尬局面，空有海岸线和水系资源，一直当西南的交通末梢，属实憋屈。所以平陆运河的诞生就是专门来修复这个100年地理 bug 的。工程从南宁、衡州接通西江，向南打通直达青州北部湾的航道，直接把江西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港口连为一体，彻底改写西南的出海路线。以前出海要多绕560公里水路，现在南宁到北部湾水运里程直接缩短到291公里。这一改，货物运费直接从每吨公里0.6元降到0.15元，每年光是帮西南各省省下的运费就超过52亿。单批货物出海时间平均缩短3天，综合物流成本直接降低30%。对于大宗工业原料、矿产、时令水果这些货物来说，省时省钱减损耗，优势直接拉满。别以为这条运河只造福广西，整个西南都跟着沾光。以前四川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的货物出海，只能沿着长江一路往东，折腾大半个月从上海出海，路途远，成本高，时效慢。平陆运河通水之后，西南内陆城市终于拥有了家门口的出海口，数据不会骗人，变化肉眼可见。川渝地区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货运量，从2019年的7.3万标箱涨到2025年的31.2万标箱，6年直接翻了4倍多。2026年前4个月，北部湾港到重庆的班列运量又上涨了近30%，越来越多的西南货物开始选择这条更省时、更省钱的出海新通道。外贸层面的红利更是后劲十足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如今最大的贸易伙伴早就不是美国、俄罗斯、日韩，而是东盟。广西作为对接东盟的前沿门户，对东盟贸易额已经突破4200亿。东盟连续26年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。小编觉得，随着今年9月运河正式通航，西南和东盟的商贸往来会更加频繁。西南的重工装备、农产品可以低价高效出口东盟，东盟的生鲜、橡胶、矿产也能快速输入国内，双向流通会越来越活跃，区域合作优势会持续放大。而且这项工程完全不浪费资源，做到了物尽其用，利民惠民。开挖产生的海量土石方没有随意丢弃，全部回收利用，填筑出3000亩临港产业工业园，给西南制造业产业聚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场地。沿线配套建设的17个安置点已经全部交付，村民都搬进了配套齐全的运河新村。工程建设的同时，也实实在在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，实现了发展惠民。
当然，小编也要客观说点实话，这条超级工程也有自己的现实难题。727亿的巨额投入，每年通行费收入上限不足50亿，回本周期非常漫长。再加上当下大宗货运需求调整，内河航运整体活跃度不足70%，这条超长航道的货运承载力还需要慢慢培育。但大国基建从来不是赚快钱的生意。4年半能凿通一条山河航道是基建实力，用10年、20年甚至1代人的时间盘活这条水道是长远布局。平陆运河会用时间告诉我们，很多看似不划算、没必要的布局，时间都会给出最好的答案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